我之前修過一個電蚊拍，排查到最後發現裡邊的高壓变压器壞了，然後我就想着買一個高壓變压器元件給它更換一下。邊學邊試，生活志。然後在網上一搜，变壓器本身不貴，1-2塊錢，但是運費需要6-7塊。然後我又一搜，完整的電蚊拍主板才9塊錢。過了幾天之後，然後我加入購物車的高壓變壓器元件也失效了，下架了。然後我就又一搜，发现有些電蚊拍的價格就在11塊錢，修理的成本完全不划算。那這個電蚊拍就顯然沒有太大的用了，有沒有什麼辦法把它給改造一下，重新利用起來呢？電蚊拍是通過誘捕燈吸引蚊虫，然後高壓電擊滅蚊的。現在是高压電擊部分壞了，那麼是不是可以利用誘捕燈吸引蚊虫，然後使用其他方式滅蚊呢？然后我查了查以前有人做的一些方案，然後自己改良了一下，觉得可以这樣弄。首先利用電蚊拍上面的這個誘捕燈吸引蚊蟲，然後再加上一個小風扇，利用風扇負壓將蚊蟲吸入水中溺亡，這樣不就是一個完整的滅蚊器嗎？肯定有人會提出這樣的疑問，用水的話不太好，蚊蟲喜歡水，有積水的地方會把蟲卵下在這個水裡邊，然後造成室內的蚊蟲繁殖。為了防止這個，然後我就想到利用鹽水，鹽水有將進入的动植物細胞都給它造成脫水的現象。那麼如果是蚊蟲的蟲卵放到這個鹽水裡邊，它是不是也能完全脫水，導致蟲卵的死亡呢？這樣的話是不是就完美解決了積水使蚊蟲大量繁殖的這個現象呢？現在我們可以畫一下它的图示。首先是一個正方形的風扇，然後這個地方是轉的，我們把那個燈珠給它粘到這兒，然後我們再使用一個礦泉水瓶給它攔腰截斷，這是底部。然後我們的風扇就放在上邊，然後燈珠這邊掛一個電池，這裡使用的是鹽水，然後風扇向下吹風，然後就可以把蚊虫給它吹到這水裡邊。然後這個誘捕燈同時也是點亮的，這個燈泡不能跟着旋轉，可以弄一個小鐵絲固定到邊框上，這就是一個實現的原理，我就不在這裡動手了。對這個感興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實現一下，這裡就是最完整的設計和改造和注意事項。如果你做好之後，可以把你的作品发表在評論區，並說一說你做成之後實際使用的一些效果，滅蚊效果是怎麼樣的。這是我們的一個改造。然後我們再說一說常見的誘捕滅蚊的方式有哪幾種。第一種就是電擊式的，就是這樣的電擊式，利用高壓電網殺死蚊虫。然後還有粘捕式的，就是有粘鼠板或者胶紙，然後粘住这些蚊虫。然后就是吸风式的，類似於我們現在這樣的設計，把蚊蟲吸入網兜或者乾燥盒。咱們用的是直接用的鹽水，高濃度的鹽水，也可以使用網兜或者乾燥盒，或者說在下面使用粘蟲板，都是一樣的。最後一種就是增強效果的那种，就是搭配使用光觸媒 TiO2， 就是能夠釋放模擬人體的二氧化碳，或者加一點熱源、氣味誘劑，使用這樣的氣蚊誘劑，滅蚊效果是顯著提升的。第一就是你呼出的二氧化碳，第二就是一些誘捕光。誘捕光可分為這幾種：普通的白光、暖黃光、可見紫光，410納米以上，誘捕效果差很多。第二种就是單獨的藍光或綠光，對某些蚊蟲有一定吸引力，但遠不如 UVA。然後第三種就是 UVA 類型。UVA 光是指365納米的光，這個是電蚊拍的黃金選擇。蚊子複眼對這個波長最敏感，能有效模擬自然環境中的紫外信號，誘捕效率最高。第二種就是355
至375納米的紫光或黑光，廣譜有效，包含365納米在內的 UVA 波段整體都有效。實驗室和實測中對酷蚊、伊蚊等常見蚊種吸引力強。然後第3種是365納米加395納米雙波長組合，部分高端設計同時使用，能覆蓋更多蚊蟲和飞虫，效果更全面。365納米主誘蚊，395納米輔助，這就是常見的誘捕燈的分類。說到這個 UVA 和誘捕燈、紫外燈，我相信大家在網上一定刷到過這樣的視頻，就是醫院裡邊開的紫外消毒燈，2個護士開完燈立馬跑，其中1個人鞋子都跑掉了。這種紫外燈和上面我們說的那些紫外燈有什麼區別？是不是同一種呢？它的準確的名字叫 UVC 消毒燈，它的波長是254納米左右，短波紫外線。它最主要的作用是用來殺菌的。上面說的诱捕燈使用的是 UVA， 而這個消毒燈是使用的 UVC， 是不太一樣的，它的波長不一樣。UVC 光能直接破壞細菌、病毒、真菌的 DNA、RNA 結構，對於人體細胞來說也是有害的。而上面說到的誘蚊燈 UVA 燈的波長是315至400納米，能量較低，安全性高，但是也不能長時間照射，會加速皮膚老化，但傷害較小。說到这個紫外線，大家肯定想到太陽光裡是不是也有 UVA 呢？或者說 UVC 呢？實際我查到的結果是，太陽光裡就含有95%的 UVA 紫外線，而消毒燈中的 UVC 幾乎完全被大气层的臭氧层吸收，剩下的是5%的 UVB 紫外線。UVB 紫外線是一種介于 UVA 和 UVC 之間的紫外線，它有什麼作用呢？首先可以促進人體或爬蟲合成維生素 D， 可以治療皮膚病，可以促進植物生長，有一定的殺菌作用。當然也會曬傷皮膚，皮膚老化和皮膚癌，導致眼部損傷、免疫抑制。然後我們說回 UVA 這種誘捕燈，使用 UVA 燈的話，注意事項是什麼？這種 UVA 紫外線對眼睛有傷害，避免長時間直視。同樣，放置 UVA 誘捕燈放置的位置也很重要，放到窗邊、陰暗潮濕處，離人稍遠一點。上面我們了解了 UVA、UVB、UVC 和誘捕燈這些不同的光。那麼這個舊的電蚊拍，它使用的這個燈珠是不是 UVA 的燈呢？然後我們給它拆開看一下。我在網上看了那種 UVA 的紫外燈珠，它的那個體積還是比較大的，它有比較大的那個燈托，一個燈珠後邊的底板比較大，這個底板的那個材質是鋁的。然後我們看一下它這個燈珠是怎麼樣的。现在我們就看到了這個燈珠，可以看到它這個後邊沒有那個鋁製的托，沒有那麼大，基本上和這個燈珠的大小是一樣的。那麼我們基本上可以判斷，這個燈珠發出的紫外光是非常有限的。為什麼這麼說呢？帶有大的底座的話，說明它的發熱量比較大，功率比較大，它才會需要散熱。而這個幾乎就沒有底座，那麼說明它的功耗很小，發熱量也很小，也就是說它發出的光非常的小，就算它有誘捕的功能也是非常的弱的。那就基本可以判斷，這種傳統的電蚊拍它這個誘捕燈的功能非常的弱，它的最重要的功能就是高壓電擊模塊，就是把蚊蟲給電死，就是完全的靠人發現，人拿着這個電蚊拍把蚊蟲給它電死，它最重要的功能就是這個。然后我們現在給它放一邊。現在我們了解了你購買的電蚊拍它到底效果怎麼樣，我們也了解了什麼樣的燈對誘捕蚊蟲作用比較大。然後我現在要說一下我自己怎樣去滅蚊，我自己的一個方案。我是買了一個 UVA 的燈管滅蚊器，花費了15塊。
然後再加上一個可彎折的手持的電蚊拍，花費11塊。現在已經到貨了，現在我們給它拆箱看一下它是什麼樣子的。我們先拆這個小的，就是這樣一個電蚊拍，也没有開關，不知道有沒有燈。接的電源的話就是5伏的電源，然后我們接上電給它試一下。它是有那種紫外線的，这個做工還是非常粗糙的，看上面有毛刺，花費11塊。我也能夠聽到有呲呲呲的聲音，應該是变壓器的聲音。然後說回我為什麼要買這2樣呢？買這個的原因就是比手拍蚊子好一點，用手拍蚊子的話就非常的不方便，有點惡心，一拍到手上一手血，甚至說你拍到牆上的話才惡心呢，給牆沾上血渍很難清理。用這個電蚊拍的話就好一點，啪給它打死了。然後一會兒我們把它給拆開看一下它裡邊的構造。現在我們先不拆，我們看向另一個滅蚊器。带了一個小刷子，刷蚊子的。這是掛的鏈子。然後這個是滅蚊燈的說明書，準確的來說是2頁紙，真搞笑。上面顯示3線插座必須正確安裝地線，然後你配了個2項插座，懸掛在室內任何一個地方。用戶需要接通電源，按下開關，蚊蝇誘捕器即自動工作。為提高捕殺效果，本產品應掛放至1.5至2米的高度，可達到最佳的捕滅。避免強光直射及掛放在電風扇前面或近風相遇，造成氣流干擾。電擊蚊蠅時所發出的噼啪聲屬於正常現象。定期清掃電網，清潔光管上的積塵，以利誘滅效果。注意事項，我們直接看吧。開關有一個開關，這2個是一個掛鈎，就這樣一個掛鈎。我們看一下它的構造啊，2個燈管，這2個是塑料燈管，2個誘捕燈管，後邊是一個應該是高壓放電的一個絲吧，然後剩下的就沒有了。放置的話就是這樣放置的。然後這個是正面，開關線應該是在這邊嘛？對，這個應該是正面。然後 UVA 燈管發光，發出誘捕光之後。然後蚊蟲想要靠近這個燈光，然後就直接接觸到了這個高壓放電的這個金屬網，然後就把它給電死了。電死之後，蚊蟲就落到這個盒子裡邊了。原理就是這麼個原理。然後我們把這個小的電蚊拍給它拆開看一下。它这個做工是很粗糙的，這個線，你看這個線被擠得都快扁了，它的放置位置也是不對的。這個高壓板就是一個變壓器，一個大電容，結構是很簡單的，這裡邊也沒有固定它這個頭的位置，直接都是卡到這兒可以旋轉的。同樣的，我們看那個燈珠，它的燈珠它也是沒有那種鋁制的底板，所以也可以說這個極大的概率不是 UVA 的燈珠，它就是一个普通的
發藍光的一個小燈珠。然後現在我們給它裝上去，我們可以自己再把這個固定一下，不然它是自己旋轉的，用热熔胶再给它固定一圈，还是非常的晃动的。看完我买的这2个灭蚊虫的神器，你千万別急着買，我還沒有仔細的去說呢。首先，這個 UVA 誘捕燈對飛蟲來說它是有效的，包括非吸血的雄蚊和其他小蟲，效果很好。但是对吸血的雌蚊的捕殺率不是100%，需要結合多種誘捕方式。所以說，這個誘捕燈它最大的功能就是家裡邊如果有很多的小蟲子、小飛蛾、蚊蟲，可以使用這種誘捕燈。但是對於叮人的、吸人血的雌蚊子來說，作用不大。消滅雌蚊子還是需要物理滅蚊，電蚊拍或者手拍。手拍就是有點惡心，還不容易逮住，就是用電蚊拍，碰上即死。這個電蚊拍還有一點不太好的地方，就是這個手柄的位置，它沒有辦法折疊。比如說蚊子落到牆上之後，你用這個是沒有辦法貼緊這個牆面的，它有一定的空隙，只能拍那種飛起來的蚊子，沒有辦法去折疊。我在網上看到過那種的捕蚊拍，它這個頭是可以折疊下來的，也就是說這個框能夠完全的貼合牆面，這樣的話電到蚊子的效果會更好一點。它只要一飛碰到這個裡邊的金屬網，它就會被電死。而這個電蚊拍貼牆太嚴密，它是漏縫的，這個就不太好。當然使用這個電蚊拍原來的那種需要充電，而這種的話就直接可以要麼是弄這個充電頭，要麼是插到充電寶上，一樣是可以用的。說完這個，我們再說一下這個 UVA 燈管的這個滅蚊器，它使用有什麼注意事項。它這個 UVA 燈光對人眼是有損害的，要避免長時間的盯看這些 UVA 的紫光，對人眼是有傷害的。當然說時間短的話是沒有問題的，不能長時間盯着。一會兒我們試着給它通一下電，看一眼。現在是關的。OK， 它就是這個樣子的。看完以上的視頻，你肯定也對怎樣去滅蚊有了一個相對來說全面的一個了解，你肯定有了一個自己怎樣去滅蚊的一個辦法。好了，以上呢就是我面對生活中一些小事邊學邊試的結果。如果你也想搞清楚一些事或一些奇思妙想，可以分享在評論區，我們一起探討和研究。最後還是希望大家關注、訂閱、點讚和收藏，我們一起邊學邊試。謝謝大家。